远航运输最大的成本就是燃油，一艘10万吨级的货轮，每天所需要的重油都要几十吨，一次燃油加注上千甚至几千吨油，如果一吨差价几百块，那加一次油就能差出几十万。很多远洋货轮都喜欢在新加坡加注燃油，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油价便宜，加满能省不少钱。如果哈米德有石油，他根本不需要费力去找什么买家，他只需要以较低的价格把石油卖给万隆店，万隆店再以较低的价格把重油卖给伊苏航运，这条业务线就算是跑通了。到时候哈米德能赚到钱，万隆店能赚到钱，伊苏航运能节省一部分燃油成本，船队规模摆在那里，一年节省的成本可能就数以亿计，这绝对是多赢的局面。而且万隆店依托为这条航线护航的根基，给伊苏航运开展加油业务不过就是捎带手的事情。叙利亚石油储量虽然没有那几个土豪国家那么丰富，但叶晨也不指望哈米德能搞到一个日赚万金的大型油田，只要有个差不多够万隆店和伊苏航运内部消化，这件事就值得搞一搞。而且叶晨也不是想给自己省钱，主要是哈米德这个老大难，平日里闷在那个穷山沟里，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，如果不是自己援助，他的基地根本就不可能有如今的局面。可是如果他长期入不敷出，那就像是一个常年亏损的公司，整体就是一个无底洞，逼着他赚钱，他也没这个本事，到时候还得自己补贴他，或者就干脆把他放弃掉。所以对叶晨来说，最好的办法是能够帮助哈米德找到一个稳定的收益渠道。叙利亚这地方常年战乱，土地贫瘠，就是种粮食恐怕无法实现自给自足，就更不要说在这里赚钱养活一个庞大的军队了。要说想在本地挣点儿钱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采石油。如果哈米德不能给自己争取到一块能够产出石油的地皮，那叶晨甚至考虑让他找机会抢一个过来，否则以他现在铺开的这么大摊子，一旦自己终止援助，他很可能坚持不下去。哈米德也大概明白叶晨的意思，现在摊子铺得大了，不但人数多了，在建设中以及需要维护的永备工事也比以前多了很多，整体的运营成本已经比以前翻了几倍。再加上叶晨一直让自己囤积足够的物资，那些储备物资也需要大量资金不断更替，这种情况下，自己的赤字只会越来越严重。如果不抓紧时间想办法搞点钱，以后会变得非常被动。于是他便对叶晨说道，离我这里40多公里有一个油田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了，大概每天能产出石油5、6千桶左右，这是距离我最近的油田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方圆100公里内，还有3、4家油田都是反对派控制的。叶晨算了笔账，道，一天5、6千桶，那一年就是200万桶，大概20、30万吨，折合下来一年产值大概1个多亿美元，去掉各种成本，净利润几千万应该问题不大。说罢，他又叮嘱道，老哥，你最近就跟反对派的核心层谈一谈，直接跟他们摊牌，就说这件事情他们必须要给你一定的补偿。如果他问你要什么样的补偿，你就告诉他你要离你最近的这座油田。如果他们把油田给你，大家相安无事，你还是他们名义上的一部分，外敌出现，你也一样会跟他们并肩作战。如果他们不给，你什么废话都不用说，直接带兵把你方圆100公里，除了这个油田之外的其他油田全打一遍。怎么打啊，老弟？哈米德惊呼道，直接带兵打过去吗？对，叶晨斩钉截铁道，就直接带兵打过去。他们不可能有你反应快，100公里距离，你快速机动，几个小时就能打下来一个。你养那么多兵，也是时候拉出来溜溜了。总窝在山沟里吃进口白面，吃久了连枪都不会使了。行，哈米德毫不犹豫地说，那就打他狗日的，反正我这里防御工事做得好，打完就撤回来，他们想报复也没那个能力。叶晨说，没错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直接召集军队干就完了。
哈米德问，那你觉得打到什么程度合适呢？叶晨严肃地说，一定要把他们的油田打到彻底瘫痪，打到如果不花费重金，不耗费大量时间都无法修复的程度。对你来说，无非就是付出一些战争中正常的损耗和减员，对他们来说，毁掉一个油田，就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损失几亿美金的收益，所以怎么打你都是划算的。而且你的基地固若金汤，他们本来就奈何不了你，而那些油田离你很近，你跟他们打游击、打闪电战都可以。一轮进攻之后，这些印钞机一样的油田就会全部停摆，大不了就掀桌子嘛，不让咱吃两口，那谁他妈都别吃了。哈米德被叶晨的话所感染，立刻热血沸腾地说道，老弟说的太对了，妈的，不给我吃两口，我他妈就把锅砸了。叶晨又叮嘱他，如果你这一步打赢了，就会给其他反对派军阀提供一个思路，到时候很多人肯定都想分家自立门户，这也会极大的削弱反对派核心层的实力。一旦大家都想分封，他们是压不住的。逐一讨伐成本极高，而且胜算不大，到时候为了守住核心利益，也只能咬牙接受。说到这，叶晨解释道，有时候安全并非来自于强大自己，也来自于限制敌人。如果你能从内部一点点瓦解核心层的实力，那你和他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，他们将来也自然不敢小瞧你。所以我觉得这一仗必须要打，而且要打就尽快打。哈米德有些跃跃欲试，激动不已地说，好啊老弟，这么看来这一仗是在所难免了，我稍后就跟反对派的核心层电话沟通一下，只要他敢拒绝我的条件，我立刻对周围所有油井发动毁灭性打击。